若不爱了，如何比较？下面请旧郎为旧娘遮上盖头，从此后，秋云春水，千山暮雪，各自珍重。不管以后龙美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我们都愿意帮助她。她要是生了孩子照顾不了，找我们一定帮忙，让她放心。孩子是无辜的，是吧？要是她不愿意找我们呢？要是她自己带也可以。不管她或者是孩子谁遇到了困难，有需要帮助，钱啊、人力、物力、财力都没问题，我们绝对100%的支持帮助。法律上有明确规定，非婚生子女和已婚生子女在被抚养、受教育和财产继承方面有同等的权利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活该，我咎由自取。你埋怨他没什么不对的。你告诉董大海，我谁也不怨，也怨不着任何人。是我太自以为是了，在这个事情上，他没有对不起我，我也没有对不起自己。说得好。这种错，我娄美媛一辈子也不会再犯第二次。希望他也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，这种错太伤人了。他有家，有老婆，有孩子，他是已婚男人 ，a married man。他应该好好爱老婆、爱孩子、爱家庭。下班就应该回家，陪老婆说说话。周末应该和家人在一起。他应该做一个让孩子骄傲的父亲，让妻子幸福的丈夫，而不是丢下家、丢下亲人，到年轻女子那里去找感觉，去找浪漫，去找她存在感。那是他人生最大的失败。又要出去啊？我晚上跟海东约了，我跟他谈点事儿。那你早点回来。放心吧。就为这个事情要闹离婚啊？肯定没有别的事情。
那好，那我必须得出来帮他们调解调解。啊，上电视台好啊！哎，上电视台当着全国人民的面让他们表一个态，啊，要过日子你就得好好过，别藏着掖着。5号阿斯提，这条连线继续推动。你干嘛呀？干嘛？好的，这样啊，我呢跟电视台去联系一下，因为我跟他们的人非常熟悉。等到安排好了以后，我再给你电话。好的，那就这样。以后我工作的时候，你声音放小点，行吗？啊？你打算做什么饭呀？这都几点了？喂，陈导，哎，你好啊，我是李春华。对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节目播出去以后啊，哎呦，特别火，反响特别大。那个找我的人也特别多。那个刚才我那个老邻居啊，打个电话给我，他说了一个案例，特别有代表性。是说再婚老人离婚的事情。不，现在一些老人吧，就是脾气古怪啊，特别多的毛病。爸，你明这大冷天的在外边锻炼身体干嘛呀？我妈又怎么着您了？你说从中午吃完饭到现在，我说看场球吧，他就没闲着，电话一直打到现在。你看现在几点了？那太不应该了，怎么能吵您看电视呢？走，咱回家，我说他。哎，你真得说说他，你让他把那个电视台的事儿给辞了得了。你说现在嘿，甭管是亲戚朋友认识不认识的，拐弯抹角全都找他，干嘛呀？要把自个儿家里那点事儿上电视台说去，家丑不可外扬，都懂不懂啊？他们电话响了，就我跟你说，就这种事儿啊，一点脑子都没有，上来，喂，老张啊，哎，老张啊，哎，怎么着？您说，啊？老爸，我在电视上看见你媳妇儿了啊，你媳妇儿不错呀，上电视了啊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老张啊，怎么什么你都信呢？啊？电视台那都是假的啊！行了，我不跟你说。什么呀这是？爸，那你也不能说人电视台都是假的呀。我不说电视台都是假的，他以后敢上家找我了。爸，我真得批评您。您说我妈从前没事儿吧，成天围着您唠叨，您嫌她烦。人现在吧在电视台干活了，围着别人唠叨去了，您还嫌人家烦，您要她怎么着啊？你听我说，老伴儿是吧？老了以后就是个伴儿。你说这叫什么伴儿？这个啊，一天到晚就是打电话，买菜不买，做饭不做，洗衣裳。对了，你还得真得给我买趟菜去，晚上还不知道吃什么。爸，这大冷天的，您跑出去买什么菜啊？那怎么办啊？人家现在年轻人啊，都实行上网买菜。你看，这特方便啊。什么呀？这是？你要吃什么菜？菠菜。扁豆。对，这儿。蒜苗。这儿。哎呦，这行了。这给送家来啊？回头就给您送家来，多方便呀！您摇一摇还能打折呢。真的啊？都是啊。哎呦，爸，我手指头给摔出去。哎，优惠15元。哎呦，中了！哎，我再摇一下，是不是就30了？哎呦，爸，您买的那些菜还没30呢。听不出来是我的呀？怎么着？等着你们家小罗给你发信息呢？我才不在乎呢。我最近比较忙。忙？你忙？你们公司会给你发微信？骗鬼呢？石江吧。媳妇儿。催你回家，回家给我带好吃的。你跟那石江断没？断不断都得断呀。
烦呢。哎，你试过给2个女人发微信，结果发错的时候吗？老董有过，董大海，他有过。有一次，倪大帮在吃饭，所有人在聊天，给他发微信。呦！发错了，我把给别人的信息发到我老婆那儿去了，怎么办？嘘，我老婆来电话。喂，老婆，啊，对，是，啊，我发的，啊，对，这个米娜哈，哎呀，我就觉得咱们结婚这么长时间吧，这个生活过得太苦闷了，这个我给你起了个新名字，米娜，好听吗？俗啊，啊，是哈，真的挺俗的，对，没有，我跟海东他们喝酒呢，这个不信你听海东跟你说话，来说话，啊，是吧？好，哎，啊，俗不叫了，不叫了，这都行。没事儿，我们接着吃饭，他接着发。哎呦，又发错了，哎呀，头发都竖了。喂，哎，老婆，啊，对，是，啊，还是我发的，对，嗨，刚才你不是觉得这个米娜俗吗？对，我又新起了一个，对，董丽，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啊，姓董的董，我发错了，这个懂事的懂，哎，这还行是吧？好，我再想想，没闹，对，好，啊，我一会儿喝完酒就回家，对，哎，没事。还有能编的，真事儿啊，真事儿，100%的真事儿。董大海老婆吧，问题是人娶了一个比他还老的老婆，你不一样，你发错了。这事儿倒没什么事儿。你知道吗？有天晚上我睡着了，石江给我发微信，美玉居然把我密码给我找出来了。他们通话了。通了，吧？石江没说话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我觉得这事儿过去了，但石江这个女人啊，你得防着点儿。这事儿恐怕不那么轻易就过去。再说了，这个女的哪儿好呀，对吧？我觉得即便你不跟她谈清楚，她早晚有一天把你蹬了。但是我觉得她现在对我是认真的了。女人跟男人都是认真的。这个女人为什么要跟男人认真呢？就为了让男人管她下半辈子。咱们可以不认真，不是说咱们可以不认真，你需要认真的跟她谈谈。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你现在是孩子他爸了。你这样，你把他约出来谈谈，这个开诚布公的说，怎么了啊？就是有事儿了，当初又不是我拿枪逼着你，这个那现在怎么办？如果咱俩不断，这个我老婆怎么办？我儿子怎么办？关键我不会说呀。这有什么不会说的？想你爸你就会说了。我爸干嘛？你看你爸，你妈天天骂他，他不是还是熬着把你养这么大？你现在出息了，你爸一条腿都迈在棺材里了，他不是也没离婚？你别想你爸，想想我，男人最重要的就是实话实说。我就是实话实说，虽然受了点小伤害，但这个毕竟保全了自己。来，祝你成功。我是去年生完的孩子，现在孩子1岁多了，我就觉得我老公不爱我。那他有什么具体的表现吗？我就是感觉不到他爱我了。感觉不到？您的意思是他有别的想法了？你是说外遇？那他不敢。
我跟你说啊，他每天下班他就回家，即使有一点点应酬什么的，他也会拍个照片啊，跟谁在一起啊，发微信给我。那听着挺模范的呀。可是，这结婚之前，我想吃什么呀，我玩什么呀，他都带我去，还带着我应酬。这不生完孩子了吗？我就全职了，也出不去了。他整天上班，回来也就逗逗孩子，基本上也不跟我说什么话。我就问他：“你还爱我吗？”他也说爱。那我说：“你爱我，咋不跟我说话呢？”他说：“上一天班了，怪累的。”那有啥好说的？孩子睡着了，他就玩电脑。我就跟他闹，我说离婚。他说那离。我就哭，他说那就不离。从那儿啊，我就整夜的失眠。就有一天，他就睡那儿，我就这么看着他，睡得呼呼的。我当时，我都想自杀。别，咱任何时候都别拿性命开玩笑。我也听明白了，也就是说，你们已经正式讨论过离婚了，是吗？我跟他谈过几次，我说你要是不爱我，咱就离婚吧。哎呀，他说都老夫老妻的了，离来离去多麻烦呀。我说不离，可是我今年都32了，熬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他说那就离，可是就有一条，他要孩子，那怎么能行呢？我什么都不要，我也得要孩子呀。你爱人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在高新区管物业。你说他在物业上班，有那么忙吗？那您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呀？我以前工作还行，这不生孩子了吗？我就给辞了。也就是说您没有经济来源，现在还带一孩子，那您想过离婚以后您该怎么办？别着急，有什么事儿咱慢慢解决啊。这日子我跟你说，实在是没法过了。哪有两口子在家连句话都没有的呀？是，离，我必须得离。如果这婚呢，咱们已经想好了要离的话，最好赶在孩子2岁之前，这样呢，法院能够把孩子判给您。除非您不想要这孩子。不想要啊，我啥都不要，我得要孩子啊。陆律师，可是我没工作，我也抢不过他呀。这个您放心，第一呢，抚养能力不是判决孩子的关键；第二呢，孩子判给了您，孩子父亲必须承担抚养费。请问你找哪位啊？我们找那个潘小刚的领导。潘小刚的领导有什么事儿吗？我们反映点事儿。对。怎么了这是？池律师，他们说要找潘小刚的领导。你们是？我们是居委会的。您就是潘小刚的领导？算是吧。我们想反映点情况。这是潘小刚的大伯。这是潘小刚的大伯。您可替潘大爷做主啊！是，您可给做主啊！来，里边请。倒水。哎，好。
罗丽姐，我给你报告一下啊，我现在呢在我的新办公室里，这儿环境真挺不错的，谢谢你啊。我这儿朋友给我送了点大闸蟹，我一会儿下班给叔叔阿姨送过去啊。这个您帮我看看，我大伯他在北京无儿无女，然后想说我给他养老，将来把这房子过给我。您看明白了吧？这是潘小刚跟大爷签的这份协议，意思是呢，完了好好照顾老人。结果签了协议以后呢，他根本就不管老人，总说工作忙，老人没办法，就说那我不行，去养老院吧，以房养老。但是养老院呢，必须以房产做抵押。可是就在这之前呢，潘小刚已经和老人签了这份协议，所以呢，必须得潘小刚同意抵押或者解除这份协议才可以。老人就跟潘小刚商量，可是潘小刚不同意，咋说也不行。这不是人前一面人后一面吗？可是他大爷现在根本就不想让他养老，哎呦，从心眼里就烦他，现在心呀都凉半截儿了，对他。大爷，您能听明白我说话？您对这份协议是个什么态度啊？我不让他管。不是，您别急啊，这个我把他叫来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已经到门口了。潘律师，来，来，坐着。来，坐。你大伯？
小刚，我从来没有说过不抚养，而且这份协议是双方自愿签署的，不能单方面解除。池老师，这份协议签署的时候你可是看过的，你帮我把的关，我只要不放弃抚养老人，老人没有理由拒绝。小刚，你大伯如果不让你抚养，你非得要抚养，你大伯是拿你没办法。咱们是学法律的，啊，咱们不能挖个坑给别人跳吧？池老师，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第一天来你这儿上班的时候，你给我上的第一课，你说法律就是法律，法律是无情的。我说什么你听明白没有？啊？我今天来这儿啊，其实是来跟您告辞的。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对我的照顾。今儿是我最后一天在这儿上班了。还有你们，真不用对我们家的事这么操心啊！你们要是想学雷锋，那就学得彻底一点，无私无畏一点，把我大伯接走，接到你们家去照顾去。这人吧，说别人都容易，自己做起来的时候就知道哪儿难了。哎，你说这孩子咋这样呢？早知这样，生下来就应该把他掐死。掐什么呀？不是潘大爷亲生的。我把房子烧了，也不给他。那个，你们看着点老人啊，别让他做什么过火的事。放心。石玉，什么事儿？刚才房东来问了，下个季度还租吗？到期了。对。来了来了。你做你的找我呢，你做。哎，小刚啊！阿姨好。哎，来了，来进来进来，那叔叔在这儿呢。好，来里边坐坐坐坐。哎，来坐。那个叔叔阿姨，这个是我朋友从阳澄湖带过来的，然后我给你们拿过来尝尝鲜。你看这干什么呀？这挺贵的东西。你坐。哎，倒水啊。那个小刚，那个你到阿姨这儿来玩，阿姨双手欢迎，但是以后不准带东西啊！阿姨这儿什么都不缺。哎，就是谢谢叔叔。喝水。那个没事儿，我知道，但是我们家也没什么人在北京，我不吃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就想你们在北京，我刚好带过来给你尝尝。谢谢了啊。没事，叔叔。不是，你还有一个大伯是吧？啊，但是他中风，他不能吃这些东西。哦，那现在谁照顾他呢？我呀，他在北京无儿无女，可不得我管他吗？哎呦，你看小刚这孩子又善良又好。电话，你赶紧接一下电话。那个，那肯定是找你的，我不接。哎，我接个电话啊。那个小刚，你看，哎，吃点水果，喜欢吃哪个吃哪个。丽丽啊，啊，那个小刚在这儿呢。你不回来吃饭了？啊，好的，那你早点回来啊，我们等你啊。哎，我挂了。哎呀，我把电话给挂掉了。那个阿姨，我找他没什么事儿，我主要就是过来给你们俩送点东西，过来看看你们。哎，哦，那个这样，留在阿姨这儿吃饭。啊，对。阿姨一会儿给你蒸大闸蟹。完了，咱们喝一口。叔叔阿姨，那个今儿真不了，我还有点事儿。我就是过来看看你们，然后你们不是在北京住挺长时间吗？你们想去哪儿逛呀？想吃点什么就打电话给我，我开车带你们去，特方便。阿姨动作快得很，马上做饭，你就留下来。不了，阿姨，我今儿真回去了，咱们再打电话啊。走啊！有事就给我打电话吧。哎呦，真是的你。行，那你我就回去了，叔叔阿姨你们别送了啊。哎，好的。路上慢点啊。好。慢点，你开车的吧？知道。哎，慢点啊。好，阿姨再见。哎，好。你这孩子真好，就好这口。哥呢？
你去接电话，接电话。喂，是春华，老秦，找我们家老罗啊？找你也行啊。你说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家外甥女两口子闹意见，我让她去找你调解调解，出出主意。你不是经常在电视上给人家调节家庭矛盾的吗？可是那天啊，我一打电话，你们家老罗接的，他一下子就跟我外甥女支到你女儿那儿去了。结果呢，这一回来啊，就闹离婚。不是，还说啊是你女儿说的，孩子在2周岁之前离婚啊，判给女方的可能性大。本来小两口闹点意见，哎，这就是劝人家离婚。我知道你女儿是专打离婚官司的律师，可是也不能干这种事儿吧？干小矛盾就劝人家离婚，这挣钱挣眼红了吧？这是啊，你可得好好说说你女儿，真是的。你办的什么好事儿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老金是不是来过电话来找我？劝他外甥女别离婚。你怎么着？你把这个事情告诉罗丽了吧？罗丽是干什么的？罗丽是离婚律师，3句话2句话就劝人家离婚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这个他来电话呀，就是说他外甥女两口子是吧？那个感情不好要离婚。那要离婚那肯定得找罗丽呀，对不对？那找你管用啊？你管离婚的事儿啊？我告诉你，就是贼心眼儿。不是我什么呀？我贼心眼儿？人家小秦来电话，老秦，我跟老秦之间有来往，怎么了？我们光明正大，知道吗？光明正大，光明正大，为什么我不知道？为什么我不知道？我就懒得跟你说。那你不懒得跟谁说？我跟你说啊。今天好容易家里没有外人来，清静清静，你别没事找事儿，有病吗？这不是？我有病，对，你心里面有鬼你！想什么呢？帮我拿下橄榄油。我跟你说个事儿。先帮我拿下橄榄油。不是这种，这种是炒菜的，那个橄榄油是凉拌的。要不然，我先跟你说完，你再弄这个。能不能再帮我收拾一下鱼啊？咱们俩早点开饭，好不好？吃饭的时候说。辛苦你了啊！小心手啊！在美国，别说做饭没人帮了，就连修房顶、除草、刷漆、修车这种事儿，都得我一个人做。外人还以为我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，其实我哪有那么好的命啊！要不然你还是先让我说完吧。收拾鱼的时候，千万不能把裤胆弄破了。如果裤胆破了，整条鱼都是苦的，就没法吃了。好不好？我真的想跟你。等一下。可能呢？美国最保护儿童了，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可能没有母亲？那是我儿子，你知道吗？我付给你那么高昂的律师费，你都在做什么呀？你有没有帮我在打官司？他
就是丧心病狂。我在美国结了婚，生了孩子，还经历了很多事情。我不想告诉你这些，是怕你为我担心。我真的就没有再见过我儿子，那太痛苦了。